我穿進自己寫的書，是豪門江家最受寵的腰子，而我哥連傭人都可以隨意欺辱，也是我筆下的主角。親眼所見之後才知道，我幾筆帶過的悲慘設定，對一個孩子來說有多殘酷。那天之後，江家腰子誰哄都不行，只要哥哥江家腰子百歲宴，珠圓玉潤的娃娃，繞過眼前琳琅滿目的珠寶玉器，古玩字畫，撲騰着胖胳膊胖腿，堅定地往某個方向爬過去，小身子一扭一扭，身後圍着一群小心翼翼的大人，眼中滿是寵溺與擔憂，縱容地看着寶寶探索世界。這個寶寶就是我，艱難地繞過家具，繞過柱子，爬進一個最不起眼的角落，終於抓住一截褲腳。我費力地抬起頭，咧開嘴，露出2排光溜溜的牙床。阿巴，阿巴，抓住你了！這是一個只有5歲的男孩，身量羸弱的猶如3歲幼童，穿着做工精致的白色小襯衣，卻並不合身，肩膀處空蕩蕩的掛不住，腳上的小皮鞋很新，一看就沒穿過幾次，後腳跟露出一大片空隙，努力地扒在他的腿上，費力地揚起天真無邪的笑容。阿巴，阿巴！男孩低下頭，冷冷地看着我，眼瞳裡的麻木變得幽深冷肅，這眼神不應該出現在一個孩子身上。我打了個冷戰，好可怕！5歲就這麼具有壓迫感。男孩是我的哥哥，出身豪門，江家正在經歷着極度悲慘的童年，而這一切即將因為剛出生的江家腰子變得更加不幸。江琰其實是江燕不想落人口舌，改成了江言，一個連名字都不被祝福的孩子，也是我筆下的主角，一本豪門復仇爽文的男主。狗血的身世，悲慘的童年，堅毅的心性與驚人的才華，從蟄伏到崛起，打臉反派報復仇人，一步步打下自己的商業帝國，登頂高峰的俗套故事。江言的母親原是江家的小保姆，卻不可自拔地愛上了當年的江家大少爺，鬼迷心竅之下，用下藥的卑劣手段與江家大少爺發生了關係。那時江大少爺正滿心歡喜地籌備與心愛女子的婚禮，事發之後怒不可遏，小保姆一無所有，渾身是傷的被趕出江家，再也無法在這個城市立足，遠走他鄉。婚禮照常舉行，十分幸福美滿，小保姆成了一個再也無人提起的小意外。直到2年後，她抱着孩子重新出現在了江家門口，在這對年輕夫妻的美滿婚姻上撬開了一個口子。對於江大少爺這個孩子，是自己被下人愚弄設計的屈辱證明，而對於江少奶奶這個追求完美的女人來說，這就是一根橫亘於她與丈夫之間的例子。每次看見只有惡心，可想而知這個孩子留在江家的日子會有多悲慘。大人們的怨恨不可避免地發洩在這個無辜的孩子身上。直到幾年後，江家腰子江懷瑜出生，把江琰的悲慘童年推向了高潮。小孩子的惡意比成人更殘酷，在大人們有意無意的縱容下，江懷瑜無法無天，他的欺凌橫貫了江琰整個青少年時期，直到男主崛起脫離江家。當然，作為主角身世肯定不會這麼簡單。是的，江琰不是江家的孩子，那個可憐的孩子在親子鑑定結果出來的那一天就夭折了。江琰只是一個被拿來頂替的棄嬰，他真正的父親是一位科技大鱷，這也是他將來開拓事業的一大助力。男主站上權勢的巔峰後，江懷瑜是死得最慘的那一個，被打斷手腳，被丟在了腥臭潮濕的漁船上，手腳腐爛生蛆，苦苦掙扎到斷氣。想到這裡我脊背發涼，因為現在我就是江懷瑜。江家腰子在抓周宴上抓到了哥哥，那天之後只要哥哥嘴巴一撇，小臉哭得通紅，怎麼哄都沒用，餓得小肚子都扁了，也不肯喝奶，除非見到哥哥，那是小珍珠也不掉了，胃口也好了，甚至不用別人幫忙，小手抓着瓶蓋，2個小腿撐着瓶身，吸的那叫一個痛快。我羞恥地打了一個奶嗝，看向面無表情守在搖籃邊的小男孩，伸出偶結小手去抓他的衣袖。男孩眸底的冷意與厭惡一閃而過，卻沒有躲開，只是忌諱屋內留着許多盯梢的傭人。我硬着頭皮向他示好，咿呀咿呀，只能發出口齒不清的嬰兒話。還好穿得夠早，一切都還來得及，扭轉江琰的悲慘童年，挽救自己必死的結局。我不要去上學，我不要離開哥哥。我抱着江琰的腿無理取鬧，幾年下來，演技爐火純青，演起小孩子來毫無心理負擔，可憐巴巴仰頭看着哥哥掉眼淚。相比於幾年前，小男孩抽了個不再那麼羸弱，衣着也貼身合體。他不着痕迹地掰開了我的手，溫生，小魚昨天不是說好了優嗎？要聽話上學，哥哥會去接你。我扁扁嘴，打算再發揮一下。我不。他眉頭一鎖，露出了不耐的冷意。我下意識憋住眼淚，立馬改口，那哥哥一定要來接我。江琰點點頭，我戀戀不捨地揮手，哥哥再見。跟着人上了車，才輕舒一口氣，不愧是我的主角，星星一絕。小小年紀偶爾流露出的氣勢就十分嚇人，哪怕我全身心奉獻，好吃的要哥哥先吃，好玩的要哥哥先玩，努力扮演嬌生慣養的哥寶男，他始終是疏離禮貌，有時候被纏得不耐煩，神色一變把我嚇得夠嗆，只能硬着頭皮裝傻充愣躲過去。由於我對哥哥的過度依賴，江父江母被迫改变对江琰的棄養对策，讓他陪伴在我身邊，至少在日常生活上不再苛待。現在看來，元神江懷瑜也是個狠角色，面對大佬不僅不慫，還能下死手欺負我。一臉悲壯地踏進幼兒園，努力掙小紅花，捉住每一次到哥哥面前求表揚的機會。日子還長得慢慢來。大籃球場，我準備走的時候，玉峰扯住了我的後領，跑哪去？我將他拍開，放開我要走了。玉峰不樂意，這才打了幾輪了，沒分勝負呢，你就想走？今晚我定了位，說好打完一起去搓一頓的。他粘得太緊，我只好將他踹開，滾，我有重要的事。玉峰眉頭一皺，語氣不陰不陽，怎麼交女朋友了？我扭頭就跑。今天是江琰的生日，我可是從未缺席過。
成年後的姜妍已經開始開拓自己的商業帝國，早早就脫離了姜家的掌控，歸功於我多年不懈的歌吹行動。他與姜家的關係沒有像原劇情那樣不死不休。校門口的黑色轎車駕駛座上，男人一身剪裁合身的深色西裝，幾縷黑髮落在額前，看見那張臉，我的歌吹雷達自動啟動，已經形成了條件反射，猛撲上去。哥姜妍側身幫我繫好安全帶，指尖撫過我的鬢角，聲音低沉，跑這麼急都出汗了。我灌了幾口他遞過來的水，慣性開口，想早點見到哥嗎？要不是玉峰那小子攔着我早到了。姜妍握在方向盤上的手指敲了敲，玉峰新認識的。我點點頭，籃球社的技術不錯，就比我差一點點。看來小魚交了很多新朋友，以後估計沒什麼時間陪哥哥了。他目視前方，狀若隨意地說。我直起身子，下意識就脫口而出，怎麼可能？當然是哥最重要了，你可是我的人生命題。寬大的手掌落在我的頭頂揉了揉，傳來一聲輕笑。眼前兄友弟恭的美好場面，我很滿意。這一幕來之不易，我與姜妍關係的轉變始於一場意外。去度假別墅的盤山公路上發生了嚴重的側翻，司機當場死亡，姜妍的腿被卡住，只有我可以活動。汽油與火焰的味道讓我大腦一片空白。這樣子的生死關頭，只有10幾歲的姜妍，一副隨時準備被拋棄的模樣，一臉平靜。一走吧，我的眼淚立刻湧了出來，難以言喻的刺痛密密麻麻爬滿了我的心，哭着從撞碎的玻璃窗裡爬出去。幾分鐘後，拿着一根生鏽的棍子，又哭着爬進來，找了個空隙插進去，拼了全力想撬出一點空間。腦子裡只有一個想法，姜也不能死在這裡。手掌磨出了血，鼻涕眼淚糊了滿臉，我絕對不會讓哥哥死掉。兩人從車裡逃出來的瞬間，身後變成了一片火海。劫後餘生的我緊緊地攥住了姜妍的手，抑制不住的嚎啕大哭，分不清是因為害怕，還是因為毫無求生意志的姜妍，讓我真正意識到他在我塑造的世界裡一點都不幸福。那次是姜妍第一次主動向我伸出手，將我抱進了懷裡。別怕，每年姜妍的生日只有我們2個人，不像我姜家年年大辦一場，因為除了我，再沒有人記得他的生日，一度把我心疼壞了，執着於各種儀式感，蛋糕、禮物、蠟燭，願望別人有的哥哥也要有。後來才開始慢慢簡化了各種步驟，桌子上擺好早早預定好的美食，就是差了點東西，眼神不住往酒櫃的方向瞟。谄媚的笑哥，開一瓶唄，那裡面可都是好酒。蠢蠢欲動。生日這天的姜妍特別好說話，他站起身只能喝一杯牛飲，大半杯下肚，咂咂嘴嘗不出好壞，只覺得成年真好。雖然我很欣慰與姜妍現在的關係，但是有點小遺憾，哥哥管得太嚴了，不可以抽煙，不可以喝酒，不可以晚歸上學，不可以談戀愛，一堆規矩不能違反。因為生氣的姜妍很可怕，酒足飯飽後，手中的空酒杯被人抽走，姜妍把我從座位上撈了起來。小魚，你醉了。我暈乎乎地撐在他懷裡，手緊緊抓着椅背不肯走。我聽見姜妍帶着一絲無奈與縱容的聲音，不能喝了，我帶你回房。不肯放手，緊緊盯着不遠處牆面上的掛鐘，滴答，時針分針走到同一條線上。我露出傻笑，0點了，哥生日快樂哈！說完，咚的一聲砸在他的胸膛上，看不見那陡然變深的眸光。他的雙臂緊緊扣住我埋手，脖颈間溢出一絲壓抑的嘆息。醒來的時候已經下午了，摸出手機看到姜妍給我發的信息，哥哥說他去下公司了，會晚點回桌子上的食物，叫我熱一下再吃。我順手回復了一個貼貼的表情包。按照我的劇情，姜妍的事業正處於起步階段，按理說應該忙得頭早倒旋，但事實上他看起來十分從容，還有大把時間管教我，不愧是兔男主。我洗完澡囫圇吞枣地吃了幾口，準備找點遊戲打發時間，就看到玉峰給我發了一個定位。玉峰送貨趕不趕來？玉峰一決勝負，懷瑜給也等着。惡狠狠地回復完，我換衣服出門。學校離我住的地方很近，房子是姜妍選的，為了方便我上下學，雖然也申請了宿舍，但是住的次數屈指可數。我到的時候，玉峰他們已經打了幾輪了。玉峰跑過來勾住我肩膀，怎樣，服不服？兩人都是一身汗，我一臉嫌棄地拍開他，離我遠點。他站直身子，突然瞄了我突兩眼，你嘴怎麼了？聞言，我舔了舔嘴唇，起床後就覺得有些刺痛，還有點腫，估計上火了。上火？玉峰眯起眼睛，真的是上火。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，這小子最近講話老是陰陽怪氣的。我繞過他準備下場沖個澡，又被他扯住後扯。南街那去邊新開了的館子，味道不錯，一起去喝點。我猶豫了一下，運動後確實餓得慌，反正姜妍也不會那麼快回去，於是點了點頭。我瘋狂地攝入食物，對玉峰遞過來的啤酒視而不見。玉峰搖了搖啤酒瓶，怎麼喝不了？我咽下口中的食物，點頭，我哥不讓。玉峰用一副見鬼了的表情看着我，你是小孩嗎？你哥管太寬了吧？我鄙夷地白了他一眼，不吱聲。沒哥的人懂什麼？吃完喝完還被拉着玩酒桌小遊戲，每次輸的都是我，搞得我氣性上來，擼起了袖子。一群人鬧鬧哄哄就沒得玩，所以當我站在街邊，一臉懵地看着遠處暗掉的大樓，只剩下那屏不斷滾動的大字，晚安 ，Good night， 晚安 ，Good night。我去，現在幾點了？急忙摸出手機，一按沒電，關機了。晚安。我小心翼翼地擰開大門，門縫裡透出一片昏暗，姜妍很有可能還沒回來。心存僥倖地想着，輕手輕腳繞過玄關，撲面而來的是濃烈的煙草味，我心裡咯噔一聲，不自覺喉頭滾動。姜妍基本不抽煙，抽煙說明他的心情非常非常差。客廳只開了2盞暖黄的小燈，交錯照出一個深色的身影。姜妍背着光，看不清表情，身上還穿着工作的西裝外套，分外森寒，指尖的光點明明滅滅。我心虛地舔了舔嘴唇，
開口哥，你還沒睡嗎？煙灰在黑暗中落下幾縷，聽不出喜怒的聲音響起。為什麼不接電話？我不由上前幾步，蹉跎的像個犯錯等訓的孩子。對不起，我沒注意到手機沒電了。一時間陷入了安靜。就在我坐立不安的時候，江衍站了起來，不回信息，不接電話，夜不歸宿。我一直在想，你去了哪？是不是在我不知道的地方發生了什麼事？說着，突然壓進手掌前置，抬起了我的下巴。很好，還喝了酒。我無措的眨眼，失去了辯駁的膽氣，只好可憐求饒，企圖獲得垂憐。哥，是我不好，讓你擔心。江衍放開了手，眉梢都是不近人情的冷漠。不用叫我哥，反正我也管不住你。房門緊鎖的聲音把我驚回了神，心裡頭有點害怕，有點後悔，更多的是沒由來的委屈酸澀。好久，江也好久沒用這種語氣跟我說過話。重新開機的手機湧出一堆的信息與未接電話。哥出去了，哥什麼時候回來？哥不要太晚，哥去哪了？我去接你哥。小魚接電話越看越心虛，止不住的愧疚快溢出來了，甩開手機，煩躁的將臉砸進枕頭裡。江衍其實很少真正的動武，但一生氣很難哄。我心不在焉的看着教室外黑沉的烏雲，同班的男同學蹭過來，你這一整天都在發什麼呆？發呆？明明是煩惱，在想怎麼讓江衍消氣。我已經2天見不着人了。我往後一靠，問他，如果你哥對你生了很大的氣，你要怎麼辦？男生咧嘴一笑，那簡單，心裡有氣，幹一架就好了。幹一架，那我還有命在。我摸出手機給江衍發了一堆認錯的表情包，但是他一條都沒有回我。我忽略了玉峰約我打球的信息，一下課就收拾東西回家，一直蹲到半夜才聽到房門解鎖的聲音。家在雷雨聲中不太明顯。小時候每次雷雨天都是我接近江衍的好機會，小孩總是害怕打雷，一定吵着鬧着跟哥哥睡，強行增進感情。手放在江衍的房門把手上，輕輕一擰開了，拉上一半窗簾的落地，窗外爆閃雷鳴，閃電劃過的瞬間照亮我鬼祟的身影以及床上隆起的被褥。哥不理我沒關係，只要我主動就行。我躡手躡腳地爬上床，忍着害臊給自己扯了借口，低聲道，打雷了。我一個人不敢睡。江衍側躺的背影沒有動靜，就像是睡熟了一樣，但是警惕性這麼高的人肯定是醒着的。我一點點地蹭過去，哥，我今晚可以跟你一起睡嗎？沒有回答，但是也沒有阻止，跟着毛蟲一樣孤勇地貼過去，將腦袋輕輕靠着他的背後，就像小時候一樣。你不出聲，我就當你答應了。說着伸出腳夠他冰冷的腳底，碰到在被窩裡捂得溫熱的皮膚時，十分舒適，乾脆將整個腳掌貼上去。我覺得自己就像只蚂蟥，貼在江衍的背後不斷扭動，睡得再熟都得醒。終於，江淮魚，江衍轉過身，窗外的閃電隨着伴着雷聲炸起，照亮他的臉龐，深眉壓着幽深的眸子。這麼多年，我總是不敢直視他的眼睛，裡面仿佛藏着很危險的東西。這大概就是屬於主角的氣魄吧。我抬起頭討好的笑，哥，你不生氣了？江衍冷哼一聲，生氣？我生氣有什麼？我當機立斷撲上去，耍寶亂拱，有用有用，哥這麼厲害，我最聽哥的話了。哥不要生氣了好不好？這2天我吃不好睡不好，你還不跟我講話，一通求饒加訴苦，丟人算什麼？哥好最重要。江衍被攪的氣息都亂了幾分，良久，寬大的手掌扣在了我的後頸。別鬧，不許有下一次。哥，寶男瘋狂點頭。為了不吃苦，頂着江家眾人的反對，我選了個藝術專業管理公司，這種髒活累活交給哥就行了。我們學院每年都會舉辦一次優秀作品展，作為一個全方位的舔哥狂魔，我的作品是以兄弟為主題的。我第一時間給江衍發了邀請函，但是他最近變得特別忙，不一定有時間來看。我圍着作品全方位拍照，刷着手機挑照片，準備分享給江衍。這就是你的作品。我抬眼一看，是玉峰一身黑色夾克外套，俯身看着我的作品，準備出售呢。我愣了一下，回道，這是我哥的生日禮物，不出售，展覽完之後我就會送給他。玉峰扭頭看了我一眼，突然開口，据我所知，江家只有一個獨子不是嗎？所以你整天掛在口中的哥哥是……確實，江家並沒有對外公開江衍的身份，很少人知道內情。我看着成功發送的照片回道，打聽這麼多做什麼？風聳聳肩開玩笑，我這不是想更了解你一點嗎？所以他一整天就繞在我身邊轉，連我們學院聚餐都厚臉皮跟着去。我站在路邊打了個冷戰。入秋後一到晚上，氣溫就降得很厲害。玉峰走過來說道，走吧，我送你。我搖頭謝了，我等我哥呢。他順路過來。玉峰的表情有點無語。江淮魚，你是沒斷奶嗎？我打了個哈欠，擠出淚水，聲音困頓起來。要你管。他收起了取笑的神色，突然伸手在我眼尾蹭了一下，輕笑了一聲，像個孩子。我睫毛顫動了幾下，沒來得及反應，就聽見一聲刺耳的鳴笛。上車，滑行過來的黑色轎車，半搖下的車窗是江衍鋒利的側顏，車上的氣氛很壓抑。我不安地看向面無表情的江野，想打破一下過於僵硬的氣氛。哥，你吃飯了嗎？他是誰？我轉了一下才反應過來，他在說什麼？你是說玉峰嗎？我們同一個社團的，經常一起打球。說完又陷入了安靜。我跟在江衍身後進屋，不明白為什麼明明已經哄好了，突然又變了回去。大門關上的那一瞬間，江衍突然轉身，他身形高大，像是把我困在了這玄關一隅。我略帶疑惑的開口，怎麼了？江衍緩緩開口，我不喜歡你跟玉峰走得太近。說着突然上前一步，我微微一驚，下意識抬手擋住他，像是要擋住什麼未知的危險一般，輕撞在了櫃門上。他接着說，或者說我不喜歡你跟任何人走得太近。我茫然無措的開口，哥，我不懂你在說什麼。他彎下腰，眼裡裹挾着翻湧的慾望。你會懂的，小魚。我腦袋糊涂了，傻傻的任他作為，直到那濕熱的唇舌肆無忌憚的侵入，名為理智的弦崩掉了。
手腳發顫，這不是我寫的劇情啊！我他媽不會進同人文了吧？我狠狠推開他，驚慌失措，江野，你瘋了！我們是兄弟！他依舊將我困住，仿佛不打算給我任何躲避與逃跑的空間，聲音很從容，从容不迫的獨斷專橫。如果小魚只有這個問題的話，那不用擔心，我跟江朗天沒有血緣關係。我心中一驚，他知道了，劇情的發展似乎都加快了。他竟然早就知道，又是什麼時候對我有了這種心思？我心亂如麻。他揉捏着我發抖的指尖，淡淡道：“不要害怕，也不要逃避，小魚，你是我的，誰都無法改变。”那一天之後，我一步也走不出這頂層公寓。他切斷了我與外界的聯繫，所有的門窗沒有他的指令都打不開。我鬧過反抗過，服軟過求饒過沒有用。房外的聲音響起，江眼回來了。我馬上躲進被子裡裝睡，聽見他靠近的聲音，床墊下陷，下一秒連人帶被抱了起來。我一陣慌亂，憋紅了臉，掙扎着從被子中逃出來，卻被緊緊禁錮住，動彈不得。密密麻麻的吻落在臉上，我急忙扭頭避開，被人一口咬在耳垂上。我痛叫出聲，江岩帶着冷意的聲音響起：“今天一天沒吃東西，電視劇看多了想絕食。”我被他說得臉紅，知道這是個蠢主意，但不知道自己還能怎麼做。他切斷網絡，整個房子都是監控，而這些我以前從來沒有發現過。你放我出去！江岩笑了一聲：“小魚，你真可愛。”接着笑容褪去：“不要這麼對待自己的身體，我會心疼的。”我下意識就求饒：“哥，你不要這樣，我很害怕。”江岩嘆了口氣，卻吐字冰冷：“可是，一放你出去，你就會逃跑。與其這樣，我倒是希望你就這樣子，一輩子陪我身邊。”我驚悚地意識到，江野沒有在開玩笑，他是認真的。我無措地張張嘴，卻說不出話來。說完，江野放開了我，站起身，將一部黑色手機扔在床單上，淡淡道：“如果有電話打進來的話，可以接一下。”說完，轉身出門，電話鈴聲緊接着響起。我遲疑了一下，還是接通了。電話那頭的聲音傳來：“乖乖，是媽媽。”我掛斷電話後，江野拿着一托盤的食物走了進來。我猛地看向他，哪怕心裡早有答案，還是問：“出生，你對江家出手了？”江野放下托盤，看着我：“小魚，我不想你傷害自己。”我與他對視半晌，低下頭妥協。我餓，香軟綿滑的粥滑入食道，讓我知道自己這一整天滴水不進就是個笑話。每天晚上，江岩都會強制抱着我入睡，緊緊箍住腰腹的雙臂，他滾燙的胸膛，炙人的呼吸，還有那無法忽略的慾望。手掌順着腰腹往下，我害怕的閉上了眼睛。哥，不要，求求你！大掌輕撫般的落在我的後背。小魚，你要學會接受，我不會等太久的。這麼多年，我心裡早就把江岩當成了我的親哥哥，但是事情的發展卻不如安排好的那般。或許從我成為江淮魚的那一刻，一切都發生了偏移。我每天都很混亂，不知道怎麼面對江岩，不想面對就會逃避。我的話越來越少，我也知道江岩的耐心在逐漸消失，他壓抑着的洶湧愛語讓我越發膽戰心驚，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失控。我放下遊戲手柄，看着窗外下了好幾天的雷雨，玄關傳來聲響，他回來了。接着是一聲重物倒地的悶響，久久不見人進來。我猶豫了一下，還是走了過去。半躺在地上的江岩，刺鼻的烈酒味，他喝醉了。我看了眼緊閉的大門，我不覺得只要江岩喝醉，我就能從這個房子裡出去。蹲下去準備將人扶起來，卻被人反拉了一把，一陣天旋地轉，江岩將我壓在了地上，唇舌瞬間被封住。他像只餓了一整個冬季的餓狼，滿心滿眼只有一個目的，就是將眼前的人拆吞入腹，優以填滿那洶湧肆虐的惡意。我講不出話，只有可憐的嗚咽聲，雙手被扣在頭頂，動彈不得，被熱意裹緊，理智即將崩盤。直到褲子被一把扯下，我猛地一抖，全身戰慄，瘋狂掙扎，害怕的哭出了聲：“哥，不要這樣子對我，你不可以這樣子對我。”江眼狠狠捏住我的下巴：“沙啞決絕小魚，我說過了，你要接受這一切，沒有第二條路。”我直至忘記那雙眸子也狠了，心崩溃吼道：“江眼，我討厭你！”聞言，江眼瞳孔一震，兇猛的野獸似乎被找到了皮下的軟肋，僵住了所有動作。不知道過了多久，他放開了我，搖搖晃晃地站起了身，手握在了門把上。“小魚，你從小到大說的最多的一句就是哥哥，我最喜歡你了。每一次我都想獨佔這一份喜歡，想藏起來，只有我擁有。現在看來，這份喜歡我永遠都得不到。”江野說得很平靜，仿佛剛剛的狂亂與失控都是一場錯覺。那雙眸子裡的狂熱一點點流逝，慢慢變得死寂。他打開了門，說：“你走吧。”我忘了自己是怎麼跑下樓的，一身凌亂的睡衣和拖鞋，我跑出大樓，衝進雨中，胡亂攔下了一輛計程車。手要拉開車門的一瞬促間，我回頭，高聳冷酷的大樓在雷雨中顯得十分肅殺，頂樓的燈光已經看不見了。腦子裡不斷閃過剛才的江野，記憶一下子回到10年前，15歲的江野在生死絕境裡也是這樣子對我說的：“你走吧。”同樣的平靜，同樣的讓人窒息。我分不清臉上不斷滾落的是雨水還是淚水。我走了，我可以回江家，我有江爸爸、江媽媽，還有爺爺奶奶，這輩子他們把我捧在手心，但是他只有我。我走了，他就是一個人。會有人陪他過生日嗎？會有人給他準備禮物嗎？會有，無論是現在還是原有的劇情，哥哥一直都是一個人。司機不耐煩的鳴笛聲響起，我鬆開了手，又一身狼狽的回到了原點。江眼坐在玄關，仿佛沒有挪動過。他看了我一眼，說：“怎麼回來了？”那樣的眼神就如同我還是嬰兒時抓着他的褲腳，仰頭看他時那樣麻木冷靜。現在他用同樣的眼神仰頭看我，像利刃一樣絞進我的心裡。我恍惚的搖頭，顫顫巍巍向他伸出手。我不知道，哥，我很害怕，害怕你對我做的一切，所以我想要逃跑，但是一想到要離開你，
我又很難過，難過的喘不上氣，難過的想要死掉一樣。我不知道該怎麼辦，淚水滾下我氣聲，哥，我該怎麼辦？江衍接住我的手，力氣大的想要把骨頭捏碎，我被狠狠抱進了懷裡。我聽見他說，別怕，我回到學校後，日子好像又沒什麼不同，除了玉峰有點暴跳如雷。你最近怎麼回事？信息不回，電話打不通，人還玩失蹤。說完還滿臉擔憂看着我，怎麼回事？該不會生病了吧？最近是消瘦了一些，我也不能說啊，總不能說沒事，就是被我哥強制了。雖然他是關心我，但我也回顧未來了。玉峰這個衰子，居心不良，離遠點好。一下課我就跑了。這是我第一次來到江衍的公司，助理女士將我帶到了休息室。休息室有吃的有喝的，還準備了各種遊戲。我百无聊賴的等了一會，見不着江衍，想出門溜溜半拉。開門就聽見外面的談話聲。蘇瑾，那小少年是誰啊？你要親自去帶江總的弟弟？哇，原來江總有弟弟，長得也太好看了吧！小點聲，你們也認認臉。一定算了，還是不要出去拋頭露面了。我癱在沙發上，我跟江衍好像還是跟以前一樣，除了他會隨時隨地的親我，喜歡抱我，每天晚上要一起睡，還有就是想着想着臉頰發燙，其他也沒什麼不同嘛。拉着衛衣，帽子上的抽繩越拉越緊，直到視線只剩下一條縫，這條縫裡出現了江衍的身影。在 cos 頭魚嗎？說着將我的臉從帽子裡撥了出來。我知道自己又犯蠢了，轉移話題，你開完會了？江衍坐下來，將我抱進懷裡。不過今天估計要晚點回去，小魚可以留在這裡陪哥哥嗎？我說不，你也不會讓我走的。我悶聲應道。江衍的吻粘上來，輕笑，真乖。不知道過了多久，迷迷糊糊聽見江衍的聲音，小魚醒醒，該回家了。我抬起頭看着他，熟悉的下頜，熟悉的眉眼。江衍低頭與我鼻尖相對，聲音聽起來溫柔極了。乖，我們回家吧。我伸出手擁住他，籠罩在一片熱意裡，這樣好像也沒什麼不好。江衍視角一再一次睜開眼的時候，我第一次有了荒謬的感覺，那樣無聊又沒有意義的人生，竟然還要再來一次。但這次有點不一樣。我低下頭，江懷玉那個蠢貨爬到了我腳下，朝我露出了2排可笑的牙床，真是讓人厭惡。雖然他一直在裝傻掩飾，但是我還是看穿了他，跟我一樣。我不知道他是誰，但是可以肯定不是江懷玉那個孬種。那個孬種的眼神我倒是很熟悉，黏膩又惡心。這一個蠢是蠢了點，但至少不讓人討厭。像智商不高的胖頭魚，拋出一點小飼料就會甩着尾巴游過來。既然不是江懷玉，那也沒必要弄死。小胖頭魚很粘人，整天圍着我叫哥哥，有時候被纏煩了，朝他露出一點兇惡的眼神，他就會嚇得乖乖縮起脖子，倒是好玩。盤山公路上的車禍是我最後的一次試探，想知道他接近我的目的是什麼。他被嚇得六神無主，一直掉眼淚，看起來可憐極了。我對他說，你走吧。他哭得更兇了，看着他邊哭邊爬出去，我不由冷笑，不是笑他，是笑自己不知道在期待些什麼。我很少有預料錯誤的時候，至少那一次我沒猜對。他又哭着爬回來了，明明那麼害怕，一臉鼻涕眼淚，還嚷着要救哥哥，手都出了血，真是又好笑又讓人沒由來的心裡發熱。算了，姑且讓他救一次吧。江衍視角2，我坐在玄關看了下手機。19分鐘後，他又回到了我懷裡，渾身濕噠噠的，眼眶紅彤彤的，真是可憐。我抱着給人洗了澡換了衣服，他很害羞卻沒有拒絕，擁着他枕在這黑夜裡。今天又是跑又是淋雨的，一定累壞了，很快就睡着了。我盯着他安靜的睡顏，纖長的睫毛偶爾不安的顫抖，又乖又天真。他真的以為我會放他走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如果他真的走了，無論去哪裡，不出1天就會重新回到我的身邊。24小時已經是我的極限了，喝醉酒只是演戲，想逼他一把，不多的耐心告罄了，不想再等他回来了。真的好乖啊，這麼乖，在外面只會被人拆吞抹盡。我抱緊他，在他的頭頂落下虔誠的一吻。小魚這輩子就在我的掌心裡遨遊吧，畢竟你是為我而來，而我也是。